在一个星球上住着3个人，一个是你，另外2个巨人身高、力量、智慧都比你高出1倍还多，你所有的事情都要依赖他们，不光吃的喝的，你的情感需求都得靠他们来满足。他们通常对你很好，你也听他们的话，但有时候他们会对你发火，甚至拳脚伺候，没办法，打又打不过，跑的话没准会饿死，你只能害怕委屈，偷偷生气。上面这个故事来源于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，或许你已经看出端倪了。没错，2个巨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，而这个星球跟我们的童年极为相似。小的时候啊，孩子由于心智不全，没办法用逻辑思考来处理问题，只能模仿父母的语言行为，只能通过父母的喜怒作为标准判断对错。这样一来，父母的观念就像基因一样传递给了下一代，不管这些观念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不管孩子是接受还是排斥。这也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，原生家庭。我们能发现，虽然父母不同，但他们却有着一套惊人相似的大道理。以下几种情况，如果你也遇到过，可以弹幕1：父母不会错，你个小屁孩懂什么，听我的就对了。2：都是为你好，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，我咋不去管别人家孩子。3：语言 PUA， 你看人家王婶的孩子每次都考前10，你咋这么笨呢？4：身体虐待，爸，我不及格。什么？我鸡毛掸子呢？5: 往死里卷，一周6节补习班，你累什么呀？上次才考97分，还没骂你呢。现在看来不仅不严肃，甚至还有点想笑，但在当时那可是父母的真理呢。而这些真理也藏着几种有毒的原生家庭。第一种，自己永远是对的。如果父母是一种职业，那可能是唯一不用实习就上岗的职业了。很多父母对自己做父母都有迷之自信，自己永远是对的，把你应该这样，你不能那样挂在嘴上，即便真的错了就来一句我都是为了你，把自己的错误合理化，以至于让很多孩子过度神化自己的父母，并且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。第二种，不称职的父母，孩子就是孩子，需要完整的童年，也需要父母的陪伴。原生家庭提到一个案例，莱斯的爸爸经常出差，妈妈精神衰弱，身为哥哥自己从小就要照顾2个弟弟的生活。当别的孩子在外面打球的时候，他只能扮演家长，给弟弟做饭，送他们上学。童年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就会否认有需求，以此来对抗孤独感和情感缺失。长大以后，莱斯婚姻状况一直很差，因为他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。第3种，操控型父母。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，如何与父母断绝亲子关系，竟然有813万浏览。题主的父母经常通过家暴来控制他的人生，比如控制他的衣着，逼着他把信拆给他们看，甚至还要改题主的高考志愿。操控型的父母基本不会让孩子做选择题，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就对了。一般分为2种，一种是强硬操控型，不听话就骂就打；另外一种是无微不至的好，让你产生愧疚，不得不听他们的。这种孩子很难脱离父母成为独立的个体，也不懂区分自己的需求和父母的需求。第4种，虐待型父母，包括身体上和语言上的虐待。身体上虐待的父母都遵循一个真理，没有什么是打1顿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打2顿。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，毕竟大部分都是独苗。你像我小时候，大家的爸妈观念非常一致，恨不得见面聊天都是今天你打了没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持续性威胁与间歇性恐慌并存的童年。如果说身体上的虐待能让孩子更皮实一点，那语言上的虐待只能让孩子更脆弱了，这对孩子自我认同感的形成影响非常大。父母说我笨，那我是真的笨；说我没用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如果2者叠加，那就是打你1顿，然后再说妈妈打你，其实心里比你还疼。心理治疗师苏珊·福沃德说过，父母在虐待子女的同时，也做出了爱的承诺，2者之间会形成一种畸形又异常牢固的关系。第5种，宠溺型父母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，20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了 0.85%， 孩子变得稀有了，基本都是父母和他们的父母围着一个孩子转，所以很多家庭把孩子宠到了极致，就像是一个主人6个佣人，在家不用手，出门不带腿。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全世界都是他的，得到就是理所应当，得不到就是父母欠他的，最终变成只会索取的巨婴。父母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做法有问题，也就意识不到这些做法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影响。首先就是性格缺陷，有毒的家庭需要压制每个成员的个性、情感和需求。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、自主的人，而是整个家庭体系的附属品，所以在性格上都会有下面几种典型特征：依赖型人格，自己很难做决定，将需求依附于别人，接受甚至要求别人安排自己的生活；回避型人格，小的时候错了要挨打，所以害怕出错；长大后社交恐惧，对负面评价极其敏感，害怕被拒绝，自卑脆弱；讨好型人格，过分的约束让孩子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，导致不断让步，没有底线和原则，自我贬低，很难拒绝别人；强迫型人格，在童年缺乏父母的关怀和照顾，不具备分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，做事刻板固执，缺乏应变能力，比如因为完美主义而拖延的人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的外部行为倾向都是由内在性格特征决定的，所以有性格缺陷的人又会有下面几种典型表现：1、自我认同感低，就像雕塑一样，
别人拿着刻刀刻成什么样，你就是什么样。坚信别人的评价就是事实，没有自我探索的过程。说我懒，我睡到12点；说我笨，我闷闷不及格。而且通常会对人不对事儿。说我做的不好，就是说我这个人不好，一般会消极、自卑、敏感。2. 心理防御机制不健康。心理防御机制就是抵抗外界威胁、保护自我的方法。比如小时候夜里去厕所，妈我怕黑，胆小玩意儿，怕就憋着，到现在夜里都不敢上厕所。在需求被忽视和压抑之后，大脑就会通过减少尝试来保护自己，这种属于逃避机制。再比如妈打你都是为你好啊，结果自己孩子生下来就挨打，用似乎合理的解释为情感行为辩护，这种属于合理化的自骗机制。3. 强迫性重复。就像弗洛伊德说的，这是一个完整的游戏，结束然后循环往复，这在亲密关系上表现明显。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特别容易与某一类型的人产生深刻而强烈的互动？有些女生总是遇到渣男，有些人离了3、4次婚，其实是想通过别人满足童年未满足的心理需求，治疗心理创伤。觉得母亲管得太多，自己不够独立，就找个喜欢管人的对象，然后证明给他看，你不能管我，你也管不住我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对吧？分手后再找一个喜欢管人的人。有句话是，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，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。如何才能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呢？1. 避免原谅和反抗陷阱。原生家庭提到，原谅只有在该负责的人主动认错，并希望得到你的谅解才有意义。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，对吧？反抗就是另外一种极端，对着干。以前得靠你养，打不过你，现在我行了，你让我干啥我就不干啥。表面上看是摆脱了影响，但其实这种负面影响把孩子与原生家庭绑得更紧。原生家庭就像给你关上了一道门，但是没有上锁，真正锁住你的还是自己。这个关键点不是你用什么态度对待父母，而是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人生。比如节目《无言之下》中有一期，嘉宾泡芙喵提到自己以前怨恨父母，但随着成长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。2. 不要自我惩罚。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，第一步就是放过自己，不需要为父母的过错负责。这里有个方法，就是把自己抽离出来，就像美队穿越回去遇到以前的自己一样，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自己的童年对话。因为现在你的心智更成熟，你可以去开导以前那个小孩。第一步，你不需要为什么负责，你不需要为父母的忽视负责，你不需要为父母的 PUA 负责等等。第二步，你可以用合理的方式发泄，允许自己愤怒，然后通过摔枕头发泄，通过运动释放情绪，通过美食打游戏转移注意力。第三步，你只需要为自己负责。作为独立的成年人，你受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小，相反，自己对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大，这才是你该负责的。3. 培养成人自我状态。沟通分析之父艾伯恩把人的心理影响行为的模式分为3种：儿童自我模式、父母自我模式、成人自我模式。儿童自我模式就像你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孩一样，天真活泼但情绪化，遇到问题可能会逃避甚至哭闹。父母自我状态就是我们会把父母的那一套观念和行为搬过来，比如父母打你，你也打孩子；比如你会学父母说你懂什么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，以此来约束别人。成人自我状态就是你有自己独立的人格，有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能力，对问题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行动。很多人对待原生家庭就是前2种自我状态，我要逃离他们，战胜他们，但其实也变成了他们。用成人自我状态来看这个问题，就会发现自己是个独立于父母的个体，可以拥有权利和自信。你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是表达，而不是为了赢得他们的认可。你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对人对事儿，而不是模仿和抵触父母的方法。原生家庭的影响就像雕塑一样，把我们刻成了不那么完美的形象。但没关系，你只要跳出自我封闭的怪圈，刻刀就回到自己的手里，眼睛再大一点，鼻子再挺一点，按照自己理想的形象去修正和重塑。最后给大家推荐几本书：原生家庭、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，为何家会伤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